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家可能你早就听说过，但是它的故事你却未必真正看得懂的公司，那就是 SoFi，股票代码为 SOFI。在金融圈里，SoFi 这家公司其实从成立之初到今天，一直都是自带光环的。很多人把它称为互联网银行、新金融课代表、千禧一代的首选金融平台，这些标签你可能早就听说过无数遍。但是实际上，今天我想给大家讲的就是这家公司背后的真实逻辑远没有表面那么简单。比如说，为什么它的股价会一度暴跌，又一度在低位横盘，以及它又为何能够在大跌之后快速回血？为什么机构对它的态度两极分化？这些问题可能是许多观众并不了解的。所以，SoFi 到底是一家怎样的金融公司，还是一家被资本神话吹大的泡沫？这期视频我会带你详细拆解 SoFi 的商业模式、行业格局，以及它未来最大的隐患和机遇。如果你也在关注这家公司，那么这一期内容你千万不要错过。在这期视频里，我会围绕 SoFi 这家公司，从9个维度帮你详细拆解。首先，我们会来回顾一下它的股价表现，因为资本市场态度往往隐藏着许多线索。然后我们会看一下公司的概况，以及它的核心产品、营收结构，帮助你理清公司真正赚钱的地方。接下来我们会拆解整个行业，看看 SoFi 到底是在一片红海之中，还是在一片蓝海之中。当然，每一个公司不可能只有光鲜亮丽的一面，我们也会了解一下 SoFi 的竞争优势和它面临的挑战。在这之后，我们还会深入分析它的基本面。最后，我会帮大家总结一下 SoFi 投资的多空逻辑，看看究竟是机会更大还是风险更大。如果你对投资 SoFi 感兴趣，或者想更了解 FinTech 市场，那么这期视频从头到尾你都值得看完。继续往下看，你会发现这家公司要远比你想象的更复杂。如果你去翻看 SoFi 这几年的股价走势，你会发现公司股价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情绪过山车。首先 SoFi 在上市的时候，它并不是通过传统的 IPO 进行上市的，它走的是 SPAC 合并这条捷径。上市的时间是在2021年，也是在美股泡沫情绪最火热的那一年。SoFi 成功在纳斯达克敲钟上市，当时的估值大约为86亿美元。凭借这一次上市交易，SoFi 一口气融到了24亿美元。因为当时处在整个市场情绪比较狂热的时期，所以 SoFi 上市交易的首日收盘价就已经上涨了12%。如果你仔细看这张股价图，你会发现其实至此之后 SoFi 的股价并没有停留在高光时刻，它先从发行价一路上涨，然后腰斩跌入低点，并且在随后的2年中一度低位横盘，这让很多当时投资者怀疑 SoFi 可能只是另一个金融故事里的昙花一现。但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相信很多投资者也已经关注到，最近 SoFi 的股价迎来了急剧的攀升，从低点一路冲向历史高点。所以这家公司究竟经历了什么呢？如果我们把 SoFi 上市以后的股票表现拆开来看，其实大致可以分为4个不同的阶段。下面咱们按照时间线来梳理一下。第一个阶段就是 SoFi 刚上市的时候的上市热潮与破发，那时候正好赶上2021年美股 FinTech 的泡沫高峰，所以 SoFi 一上市就遭到了市场的追捧。当时无论是互联网金融公司、科技金融公司，都通通被贴上了未来的标签。SoFi 的股价也顺势拉升，一口气冲到了20到25美元的区间。随后市场就开始回归理性，成长股集体熄火，SoFi 的股价也开始掉头向下。第二阶段就是一个长期的低迷期横盘，时间跨度大概是从2022年到2023年之间。这段时间 SoFi 的股价跌到了5到7美元，并且长期在这个区间中浮动，没有什么起色。当时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市场普遍质疑公司的盈利能力，对他学生贷款业务的前景产生了严重怀疑，所以导致整个投资者的情绪跌入冰点，信心崩塌，属于典型的没有投资者想碰的阶段。但是故事并没有在那时候停止，随后 SoFi 的股价进入了第三阶段，那就是修复反弹期。当时到了2023年的下半年， SoFi 的股价开始悄悄修复，原因也非常直接，就是因为公司的财务数据开始逐渐变好，公司包括贷款业务、会员增长等核心数据持续表现亮眼，市场情绪也逐渐回暖，所以股价开始慢慢爬升，从低点逐渐回到10到15美元的区间。到了2025年的时候 ，SoFi 的故事又迎来了新一轮的高潮。然后最新财报显示，公司的净营收同比增长了20%到33%之间，听起来非常亮眼。而且更重要的是，它的用户增长也非常强劲，单季度用户增长了80万会员，年增长率高达34%，使得整个公司的总会员数突破1090万人。同时，公司的贷款业务也没有掉链子，收入同比增长了25%。
而且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在同时期 SoFi 也重新上线了加密货币的交易功能，开始推广基于区块链的国际汇款服务，而且这些动作的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要把用户粘性和平台吸引力再往上拉一把，所以整个的资本市场也迅速给出了回应，股票价格直接突破了震荡区间，一路逼近$20，接近了上市以来的次高点。而这波上涨背后反映出市场正在重新审视 SoFi， 认为它不仅仅是一个 FinTech 概念股，而重新被定位成一个在未来金融科技领域中为盈利模型和增长潜力的公司。聊完公司的股价，下面我们先来梳理一下公司本身的一些基本情况。SoFi 这家公司是成立于2011年，它的总部是位于美国的加州的旧金山。这个公司的起点就是当时特别火的互联网颠覆传统金融的趋势，所以 SoFi 也被归类到了消费金融科技这个赛道当中。公司目前大约有5000名员工，不算庞大，但是在整个金融科技行业当中属于中等规模。SoFi 的核心业务主要有3块，第一块就是贷款业务，这是它现在最重要的盈利部分，它当时就是靠做学生贷款起家的。第二部分就是它的科技平台业务，这一部分主要是面向公司的，帮助金融机构或者其他公司提供付账转账的技术支持。第三部分就是金融服务，这一部分的业务非常接近于传统银行，包括储蓄账户、支票账户还有现金管理等业务。从地域覆盖上来看， SoFi 现在的业务主要还是围绕在美国本土市场，除此之外它也试图将业务拓展到拉丁美洲、加拿大、香港这些市场做一些延伸布局。其实综合来看的话， SoFi 有一点金融市场的味道，它的商业野心是希望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新时代的线上金融平台，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的金融服务。其实 SoFi 的故事从一开始就具备了硅谷情怀。这家公司成立于2011年，当时是起源于斯坦福大学的商学院校友项目。它成立的初衷非常简单，是希望通过校友互助的网络，帮助斯坦福大学的学生使用更低的成本搞定教育贷款，对标的是传统银行那一套繁琐而且成本高昂的贷款体系。所以从一开始的时候 SoFi 的初心就非常明确，它是希望通过互联网、通过科技来重新定义金融服务，让年轻一代更容易获得便宜而且便利的金融产品。这背后它的核心理念也非常符合那个时代的创业趋势，用科技和数据去简化整个金融行业的繁琐流程，并且通过以贷款为切入点，慢慢搭建起整个生命周期的金融生态闭环。SoFi 的第一个产品就是后来影响它股价情绪最深的业务——学生贷款再融资。说白了就是帮助大学的毕业生把高利率的贷款重新打包，以更低的利率重新借一遍，借此来减轻大学生的还款负担。听起来非常简单而且良心，但是资本市场从来不是看初心的，资本市场看的是商业模式和增长逻辑。那么 SoFi 最后是怎么从一款学生贷款发展成今天的多元化金融平台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如果你想快速了解 SoFi 这家公司的成长路径，其实就是一句话，就是从贷款小作坊到金融全牌照市场，一步一个脚印，靠资本堆出来的。下面咱们按照时间轴来简单的梳理一下 SoFi 的发展路径。前面我们提到过，2011年的时候 SoFi 在斯坦福大学诞生，靠学生贷款再融资业务起家。2015年，整个公司开始进军个人贷款业务，这是他们迈向多元化金融服务的第一步。到了2017年 SoFi 继续拓展版图，启动了财富管理和投资业务，推出了 SoFi Invest， 然后开始提供股票、ETF 甚至是加密货币的交易。到了2018年的时候，推出了 SoFi Money， 主打的是支票储蓄一体化的现金账户。2022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节点， SoFi 通过收购正式切入金融科技基础设施领域，同时也顺势杀入了信用卡赛道。接下来的故事大家可能就比较熟悉了。2021年的时候 SoFi 通过 SPAC 合并上市，当时的估值为86亿美元，通过上市募集了24亿美元。随后2022年 SoFi 拿下了美国全国性银行牌照，正式具备了发放贷款和吸收存款的银行资质。从2023年到2025年 SoFi 的用户持续增长，突破了1090万，同时公司的业务也全面升级，开始兑现它打造金融生态闭环的野心。看到这里，你就会发现 SoFi 这家公司实际上一直在围绕2个关键词，那就是扩张和叠加。不同的叠加新业务，不停的扩张新的金融边界，把自己活生生的堆成了一个线上金融综合体。但是问题也来了， SoFi 有这么多业务，而哪一块业务是真正能赚钱的呢？我们接着再往下看。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SoFi 的营收结构，你就一目了然了。SoFi 的第一块业务是贷款业务，时至今日它依然是 SoFi 的核心收入来源。
贡献了 SoFi 超过56%的营收。这里面包括个人贷款、学生贷款，还有房屋贷款这块业务。说白了，这块业务就是 SoFi 现在的现金奶牛，扛着 SoFi 的利润表往前走。SoFi 业务的第二部分是金融服务，这一块占公司总营收的30%左右。这里面包括了 SoFi Money， 也就是它的储蓄和支票账户，投资平台 SoFi Invest， 以及信用卡、保险还有各类理财工具。这块业务之所以存在，更多的是为了把用户留在 SoFi 的生态里，而不是为了带来巨额利润。SoFi 的第三块业务就是科技平台业务，这块占它总营收的大约14%左右。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两个子公司，一个是做现金流支付科技的，另一个是主打数字银行系统的。这两块业务提供的都是面向公司的底层技术，虽然收入体量不大，但是对 SoFi 来说，这是公司未来平台化的重要拼图。所以如果你看 SoFi 的营收结构，它主要是靠贷款来扛起公司的利润，靠金融服务留住用户，然后靠科技平台来讲故事。为了了解 SoFi， 只看公司本身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看一看它处在哪一个赛道里，以及这个赛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竞争格局。首先 SoFi 处在了一个金融服务外加金融科技的交叉型行业，它的业务涵盖了数字银行、线上贷款、理财服务、保险这些领域，听起来都很热闹，对吧？但这个行业的特点就决定了这不是一门简单的生意。首先是高度监管，既要看联邦政府，又要看州政府，还有各种行业监管机构，一不小心踩雷的话，就会收到各种警告和罚单。第二就是技术驱动，表面上是金融，但是这个行业的本身是科技的底子，核心依靠的是数据和客户的用心体验，谁跑得慢谁就会被淘汰。第三就是盈利模式极其多元化，包括利息差、交易佣金、订阅费、广告费，每家竞争公司的组合拳都不一样，但是都在拼命的找更多口袋掏钱的办法。第四就是这个行业的用户粘性普遍偏低，而且公司的获客成本非常高。在这个行业里，所有公司基本上都是靠烧钱来获取新客户的，而且这已经变为常态化。最后也就是最致命的，这是一个高度内卷的行业。Fintech 公司的竞争对手不仅是相似的金融科技公司，它的对手还包括银行、券商以及科技巨头，甚至是支付平台或者加密公司。很多公司实际上在竞争中都不讲武德，全面跨界火并，能打的都打上了。所以 SoFi 实际上是处在一个高度竞争的红海行业当中。公司未来能不能跑出来，不仅要看它自己，还要看它能不能够在这个大红海中活下来。那么 SoFi 今天在这个行业当中究竟处于一个什么位置呢？竞争到底激烈到什么程度？接下来我们就来拆开来看。第一块是数字银行领域，这一块的头号玩家是最近上市的 Chime 公司，公司的市占率超过50%，是这个领域中的绝对行业老大。SoFi 属于次级梯队的选手，和 Chime 差了一大截。在这个领域中，各家公司拼的主要是高收益储蓄、低费率贷款，还有用户体验。总体来说 ，SoFi 在这一块业务中做的还不错，但是不是最强的。第二块业务就是线上贷款业务，这其实是 SoFi 起家的核心业务，但是现在的话，这块业务的市占率也已经下滑明显。比如说在房贷领域，老大是 Rocket Mortgage， 在信用评级和风险创新方面 ，Upstate 和 Lending Club 这些新兴的平台都跑得更快。SoFi 主要还是靠吃那波高学历、信用好的用户群体，它的市场更细分。第三块业务就是证券投资业务，这一块我相信不用我说，大家也都知道。Robinhood 凭借它极致的交易体验，它的用户规模在这块业务中已经远远超过了 SoFi。SoFi 在这块领域中的竞争力非常弱，更多的是为了补充金融一站式的这张菜单。第四块业务就是学生贷款。SoFi 曾经是这个领域中的绝对行业第一，但是拜登政府的学生贷款免息延期政策直接让整个行业的业务量腰斩， SoFi 也没有能够幸免。虽然现在整个市场正在慢慢恢复，但是依然面临那些来自专注教育金融的对手的竞争压力。第五块业务就是财富管理， SoFi 在这一块的业务体量非常小，完全没有办法跟 Vanguard、Fidelity 这些传统巨头相比，而且 SoFi 的客户群体更多的集中在金融理财小白和年轻人当中，玩的更多的是入门级产品，离真正的财富管理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第六块业务是信用卡，这个领域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包括大家耳熟能详的 Chase、Amex、Citi 和 Capital One， 这四大行垄断了美国70%以上的市场份额，所以 SoFi 如果想在这一块撕开一个口子，难度可想而知。总结下来就是一句话， SoFi 的各条业务线都有参与，但是几乎没有一条是真正的行业第一。
它的打法更多的是依靠一站式的金融超市整体体验，而不是单点突破。SoFi 的展图铺得很开，但是每一块业务竞争对手都很强，市场份额也不是由他说了算的。所以看到这里，你就会发现 SoFi 的野心很大，版图也铺得够广，但是竞争十分激烈，赛道也非常拥挤。那么 SoFi 到底是凭什么还能跑在资本视野当中？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看 SoFi 究竟有哪些能打的优势，以及它面临哪些难以回避的挑战。首先，我们先来看看 SoFi 有哪些竞争优势，让它在这片红海当中存活下来。第一就是公司的产品形态，很多传统银行大多提供的是单点式产品，服务割裂，使用频次很低。但是 SoFi 做的是 All-in-One 的全场景金融超市，把借、存、花、投、保这些服务全都打包到了一起，所以导致顾客的留存也就更强。第二就是 SoFi 的运营模式， SoFi 是数字原生企业，它没有任何的线下网点，它奉行轻资本运营以及高效率响应。对比传统银行的那种重网点、人力密集、成本高、响应慢，自然在运营上就少了非常多的负担。同时 SoFi 有着非常强的科技能力，而传统银行在这一方面的投入明显不足，输出能力基本上相当于没有。第四就是 SoFi 有特定的目标客户群体，公司更偏向于 Z 时代、千禧一代，年轻化、重体验，也导致用户粘性较强。而传统银行它的客户群体老龄化严重，增长潜力明显不足。第五就是 SoFi 有着非常强的数据整合能力，公司擅长整合利用用户的生命周期数据，准确定价和实现风险控制，而传统金融机构的数据依然孤岛化严重，而且风险滞后。最后就是 SoFi 有着非常强的增长潜力，整个公司走的是金融生态外加科技平台的双驱动路线，导致公司的估值更具弹性，而传统银行则往往增长缓慢，受到宏观经济周期的影响更大。当然 SoFi 也是有很多其他的弱点的，而且它的短板可能要比很多投资者想象的更多更现实。第一个问题就是 SoFi 的盈利能力其实并不稳定，现在 SoFi 主要是依靠贷款业务赚钱，而公司的金融服务和科技平台方面还在持续投入阶段，距离成熟的盈利模式还是有一段距离的。同时在叠加比较高昂的获客成本和周期波动，导致公司的利润压缩，在短时间内它的盈利非常难以稳定下来。第二点就是消费贷款的风险非常高， SoFi 的贷款以个人和学生为主，天生就受到经济周期和利率的影响，一旦信用风险提升，坏账就会拖累整个公司的业绩。同时 SoFi 目前还面临客户增长趋缓的风险， SoFi 的核心用户是 Z 时代和千禧一代，但是它的增量最近几年明显放缓，单价用户的价值也已经接近天花板，未来很有可能会遇到增长瓶颈。第四点就是现在科技平台的竞争非常激烈，每个赛道基本上都已经卷成红海了，而且竞争对手都不弱，所以 SoFi 的护城河其实并不稳健，它的收入也就非常难以快速放量。同时因为行业的特性，监管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金融加科技的双重监管，使得 SoFi 的合规成本非常高，牌照、数据、风控的要求都越来越严格，未来会带来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同时 SoFi 目前的股价估值非常高，使得公司面临市场预期透支的风险，一旦公司未来的营收或者增速达不到预期，非常容易导致股价出现大幅度的波动。所以你看 SoFi 的故事其实远没有表面那么简单，优势是故事，而挑战才是真实的经营考验。到这里你可能会问， SoFi 这些业务这些风险最终应该都会落在财务报表上，那么 SoFi 这家公司的财务表现如何呢？所以下面我们就来通过财务数据看一下 SoFi 的核心盈利能力、增长潜力，了解一下 SoFi 的金融基本面。我们先来看一下 SoFi 的股权结构，通过股权结构其实我们就能看出市场对它的态度以及未来股价的潜在波动性。目前来看的话，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高达 47%， 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这说明资本市场对 SoFi 的认可度其实不低，毕竟机构投资者愿意把钱砸进去，这背后多少是有一些对于公司稳定基本面的信仰。另一个关键点就是公众和其他散户投资者的持股超过 51%， 这就意味着在短期来看 SoFi 的股价波动非常容易受到市场情绪的驱动。一般来说的话，散户喜欢追涨杀跌，这就使得 SoFi 更容易出现高弹性大波动的行情。所以总结来说，就是这家公司资本市场是愿意去赌它的，但是就整个公司的股价走势而言，情绪因素实际上是占了不小的比例的。除此之外，还有2点需要特别补充一下的。第一就是内部人的持股比例极低，创始团队基本上已经稀释到边缘了，目前的内部人持股只有 1.78%， 这说明 SoFi 在经历了多轮融资和上市稀释之后，
管理层和创始团队的话语权是非常有限的。未来如果想要进一步激励公司的管理团队的话，可能还需要通过更多的股权奖励来做调整。第二就是公司的国有资本几乎是缺席，这说明公司不涉及任何政策敏感性或者战略性资本背景。换句话说 ，SoFi 是一个纯粹的市场派，没有什么隐形的保护伞。接下来咱们再来看一下 SoFi 这只股票本身的风险性。首先是空头比例高达14%，远远高于大多数的成熟公司。这说明市场对于 SoFi 未来股票的走势其实存在不小的争议，整个市场的做空情绪依然很重。目前被做空的股份大约有 1.52 亿股，这个数额不小。这说明有很多投资者在赌 SoFi 的股票未来会跌。不过从空头回补天数来看，只需要 1.87 天就能完成整个空头的回补。这说明公司的股票有着不错的流动性，不会引发特别大的逼空风险。我们再来看一下公司股票的贝塔值，过去24个月 SoFi 的贝塔值高达 2.4， 这也就是说它的股价波动是大盘的2倍还多。这就意味着公司的股票有非常大的波动性，带有极强的情绪属性。所以总结一句话就是 SoFi 这只股票波动性会非常大，情绪也很重，投资者的分歧也很大，所以它在操作空间上既有短期的机会，也会有长期的不确定性。下面我们再来回头看看 SoFi 的股价表现。短期来看，它的涨幅绝对是把大盘按在地上摩擦的。过去1年 SoFi 的股价累计涨幅接近 186%， 而标普500只有 10% 多。最近9个月涨幅高达 106%， 最近3个月更是暴拉 92%。 这种涨幅说白了就是市场对 SoFi 未来的故事依然抱有极高的预期，而且情绪极度乐观。但是同时风险也写在脸上， SoFi 股价的历史波动区间在$6到$21之间，震荡极大。这背后就意味着风险与机会是并存的，这不是稳健型投资者的标的。所以说如果你对 SoFi 感兴趣的话，你必须要做一些抗波动性的心理准备。在资本结构方面，截止目前 SoFi 的市值超过230亿美元，说明市场对 SoFi 这一家金融科技公司的认可度依然非常的高，而且具备一定的规模基础。从负债角度来看，公司的总负债有32亿美元左右，而账面现金也有20亿美元，所以整体的净负债很低，短期偿债压力不大，财务结构非常稳健，这也符合 SoFi 作为一家轻资产数字化平台的企业特点。从成长性方面来看的话， SoFi 其实还是处在一个高成长的阶段。在过去1年，它的营收同比增长 23%， 保持在一个双位数增长的节奏。如果我们把时间线拉长来看的话，它过去3年的年复合增长率高达 36%， 这说明 SoFi 在贷款、金融服务、科技平台这3个板块持续扩张，不论是短期还是中长期，它的营收表现都非常的抢眼。这依然符合一个成长型公司的特征，所以市场给予它的溢价，某种程度上并不完全是靠讲故事撑起来的，这背后确实是反映出了某些突出的基本面表现。如果从盈利能力来看的话， SoFi 的数据既有亮点，但是也隐藏着隐患。首先毛利率高达 82%， 远远高于传统的银行，这符合 SoFi 作为数字平台的结构特点。高毛利率就说明 SoFi 的商业模式在理论上是更具弹性的，更接近科技平台的属性，而不是传统金融的重资产逻辑。但是另一方面，公司的净利润率只有 17%， 虽然已经实现了净盈利，但是 GBIT 并没有被摊开，这说明公司的盈利结构还是不够稳健，这背后可能还有不少依靠财务技术调整的成分。与此同时，公司的股权回报率 ROE 只有 7.5%， 它的净资产回报率 ROA 则更低，只有 1.28%。 这就意味着 SoFi 的整体股本回报率和资产利用率依然处在一个早期阶段，公司整体的资本利用效率不算亮眼，和那些真正稳定盈利的公司相比，还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如果从估值角度来看的话， SoFi 现在明显处在一个成长赛道的定价逻辑，市场并没有把它归类到传统金融那一部分。首先，公司的预期市盈率高达 73%， 而过去12个月的历史市盈率也高达 49%， 这个估值水平明显高于传统银行那种8到12倍的水平。这说明市场对 SoFi 是按照金融科技加高成长预期外加未来盈利兑现而给出了高溢价。但是也需要注意，这种估值模型的容错率通常不是很高，一旦增长放缓，估值速度会下降的非常快。如果我们来看市净率的话， SoFi 的市净率约为 3.5 倍，传统的银行通常是1到2倍， SoFi 的市净率明显更高，这与它科技平台的商业定位相吻合，并不是像传统银行那样靠资产负债驱动。所以总结一句话， SoFi 的现在的估值是比较贵的，但是也是比较脆弱的，它未来是否能够持续保持一个这样的高估值，靠的是对未来持续增长的兑现。下面我们再来把 SoFi 跟其他几家类似的公司做个对比，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更好的理解 SoFi 现在在行业中的位置。第一方面是公司的员工规模，
SoFi 现在的话大约有5000人左右，这个数量是远远小于一些传统的消费信贷巨头，但是对比一些轻资产的科技金融公司又明显更大。所以 SoFi 的组织结构其实是介于传统金融与新兴科技平台之间，带有一点混合的属性。这也就决定了它的成本结构既不像传统银行那么重，也不像纯科技公司那么轻。从市场关注度的角度来看， SoFi 目前被22位华尔街分析师覆盖，这个数量是远远高于行业中的多数公司的。这说明是资本市场对它的成长性依然保持高度关注，但是在另一方面来说，就是关注度一高，波动性也会大。未来如果一旦有任何风吹草动，市场情绪的反应也会更加敏感。放到同行里来看 SoFi 的股价表现，那么可以说 SoFi 是过去行业中最亮眼的那一个。在过去的一年 ，SoFi 的股价累计上涨180%，无论是和传统金融公司相比，还是与金融科技同行相比， SoFi 都是跑得最快的、涨得最猛的那一个。从行情结构来看的话， SoFi 的上涨要比 Upstart 那种暴涨和暴跌更加稳健，这背后反映的是市场对它的认知度和信心的持续提升。SoFi 不仅仅是跑赢了同行，连大盘和金融板块的表现都被它远远甩在身后。尤其是2024年以来，公司的基本面和资金出现了强烈共振，开启了新一轮的股价上涨。如果从情绪层面来看的话， SoFi 的市场定位也在慢慢的发生改变，从过去的投机标的逐渐转换为一只基本面牢固的成长潜力股，说明市场信心在明显修复。这背后反映的是投资者对 SoFi 业务模式预期发生了转变。原本大家只是把它当成一个简单的信贷公司，但是现在市场开始认可它在金融科技、银行牌照、消费信贷和理财等多元化布局下的长期成长潜力。同时市场也在压住它未来的盈利性和高用户增长。所以总结一句话，就是 SoFi 的上涨不仅仅是它的故事讲得好，更是情绪估值趋势共振的一个良性结果。如果我们把 SoFi 拉回到同行中看，那么它的盈利能力又是处于一个什么水平呢？首先 SoFi 的净利率是17%，从2022年的谷底一路改善，算是成功转正。虽然和传统金融机构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但是到今天为止 SoFi 已经把 Upstart 这类亏损同行远远甩开。Upstart 现在的净利率依然为负的8%左右，所以从整体趋势来看， SoFi 的盈利能力虽然还处在恢复阶段，但是已经从能不能赚钱的阶段进阶到如何可以赚更多钱的阶段。所以这家公司从趋势来看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从绝对值来看，它的安全边际依然不算给的很足。下面我们再从增长的层面来看一下 SoFi 在整个行业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在过去一年 SoFi 的收入增长了24%，放在金融科技赛道里，这个增速其实不算拔尖，但是还算稳健。很多传统金融同行已经进入了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的区间。但如果我们把 SoFi 跟其他一些金融科技公司对比的话，那么 SoFi 的增速其实已经明显落后于行业的头部创新企业。这背后就说明 SoFi 其实已经进入了后增长周期的阶段。相比于前2年的高速扩张，现在更多的是依靠业务的稳健性和盈利的质量来撑起股价，而不是单纯靠高增速来讲故事。所以总结一下，就是 SoFi 的增速还是存在的，但是已经出现了天花板。而整个市场更看重的不是它未来的高速增长的延续，而是它在未来能不能交付稳定的盈利性。如果从财务角度来看 SoFi 的风险水平的话，那么在整个金融科技行业当中 SoFi 算是比较健康和稳健的。这就意味着整个公司在未来的抗风险能力会更强，不太容易突然出现财务黑天鹅事件，所以它在资本结构端没有明显的隐患。如果从估值水平来看的话，把 SoFi 放在同行业当中，它明显要比传统的金融同行要贵一大截。传统金融企业的估值区间，目前来看的话，整个美股的金融企业估值都处在一个比较便宜的区间，但是 SoFi 依然享受着成长股的溢价。所以市场更多的是把 SoFi 当成一家科技平台公司来看，而不是稳健的金融公司。虽然 SoFi 过去2年已经实现了稳定盈利，但是如果单纯从估值角度来看的话，市场对它未来的盈利预期依然非常高。如果未来 SoFi 没有办法兑现这种高预期的话，整个公司的股价是有不小的回调风险的。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 SoFi 最近几年的核心财务数据的时间序列变化。在过去4年当中 ，SoFi 的收入几乎翻了3倍，从不到10亿美元增长到接近28亿美元。这个复合增长速度放在金融行业中是非常顶尖的水平了。如果我们再来看净利息收入的话，它的增长则更加迅猛，翻了接近7倍。这背后的逻辑也非常简单，主要是因为整个公司的贷款业务快速扩张，利差收入爆发式提升。在利润端的话，在2023年 SoFi 首次实现了扭亏为盈，它的每股收益转正。2024年它的利润质量也在稳健提升，没有出现明显回落。这说明 SoFi 的盈利具备一定的持续性，并不是昙花一现。
在收入、利息差和净利润这3条主线上 ，SoFi 都交出了一份非常漂亮的成绩单。如果我们来看成本端的变化的话，整个公司的运营成本虽然在持续增加，但是对比收入节奏的增长，其实它的成本增加其实是比较缓慢的。这说明 SoFi 的毛利率在不停的改善。在人力成本控制方面，其实 SoFi 做的也非常不错，它的整体人力成本费用趋于平缓。在过去几年，虽然公司的收入规模在不断放大，但是人力费用却没有明显飙升，这对后续的利润释放是非常有利的。所以从成本结构来看的话 ，SoFi 的收入扩大其实摊薄了它的固定成本，运营杠杆开始发挥了效用，整个公司正在进入一个更加健康的增长周期。如果我们再来看一下 SoFi 的资产负债变化，一方面是公司的贷款业务正在迅速扩张，从2020年不足1亿美元的贷款余额，短短的几年已经增长到接近110亿美元，资产规模同时也膨胀到了接近380亿美元。第二就是公司的存款规模也在大幅度提升，负债端则更加稳定。过去 SoFi 更依赖资本市场和外部融资，但是现在整个公司用户储蓄存款的余额已经突破了270亿美元，这显著降低了公司的资金成本，也增强了公司的运营稳定性。同时，公司的净负债水平控制的也非常好，它的净负债从2020年的37亿降到了目前的12亿，使得公司的整个资本结构变得更加健康。所以综合来看的话，SoFi 的资产负债表出现了业务稳步推进、风险管控良好、银行属性不断增强的特征。下面我们再来看看 SoFi 的现金流表现。首先，第一个隐忧就是 SoFi 的运营现金流并没有转正。在过去几年 ，SoFi 持续处于业务的扩张期，这使得它的运营现金流持续为负。在2024年的时候，整个公司依然消耗了18亿美元的现金，这说明公司的盈利能力并没有完全覆盖它业务增长所需的投入。同时，公司投资的支出显著增长，它的投资现金流持续为负。2024年再次投入了约50亿美元，主要集中在放贷以及科技金融平台的长期性投资。当然，这从另一方面也体现了 SoFi 对于未来持续增长的布局。为了支撑扩张 ，SoFi 持续通过增加融资来补充现金。2024年又增加了54亿美元的融资，背后是股权与负债的同步来维持增长。所以总体来看的话 ，SoFi 依然处于一个靠烧钱来换成长的阶段。它的未来的盈利能力以及是现金流能否转正，依然需要持续的观察。所以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 SoFi 过去几年的趋势变化。从整体周期来看的话 ，SoFi 近几年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2020年到2022年的扩张周期，这个阶段 SoFi 的贷款业务持续爆发，但是它的运营成本也持续增加，所以导致公司连年亏损，营业现金流也出现大幅度流出，属于典型的烧钱扩张阶段。然后等到了2023年至2024年的时候，它的盈利就迎来了拐点。随着利息收入的拉动 ，SoFi 最终实现了扭亏为盈，公司的营业利润与净利润都纷纷转正，为股东带来了价值回升。同时，负债也趋于稳定，整体公司的运营风险也显著下降，也使得公司的股价得到逐步修复。在未来的话 ，SoFi 的发展重心一定会从粗放的扩张型，逐步转向对盈利能力和资本效率的提升。预期投资支出会逐步减弱，它的贷款业务也会保持稳步增长。同时，它的现金流能否转正，是它未来股价能否再创新高的核心看点。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华尔街分析师所给出的评级，在满分为5的评级系统当中 ，SoFi 目前的评级为3.22，介于3到3.5这个区间。所以整体来看的话，分析师给出的是持有评级，反映出整个市场对公司的普遍态度是继续观望。这说明几点：第一是市场对 SoFi 并不是明确看空的 ，3.22 这个水平意味着大多数分析师对 SoFi 的基本面是认可的，暂时没有明显的看空机构。同时也说明公司的整体股价风险其实是可控的，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卖出或者强烈卖出。从短期来看，公司的股价风险并不算突出。但是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市场的信心有所不足，分析师的评级距离4分及以上的买入评级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说明机构并没有看到比较明确的增长催化或者业绩拐点，短期内的股价表现缺乏大的行情基础。最后一点就是说明投资者的情绪并没有巨大的改善， 3.22 这个分数也表明市场对 SoFi 的态度依然比较谨慎，缺乏积极的预期。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 SoFi 当前的分析师评级构成， 22% 的分析师给出的是强烈买入评级，说明依然有机构比较看好 SoFi 未来的成长空间。只有 9% 给出了强烈卖出的评级，说明市场并没有对 SoFi 表现出全面唱空的态度。而有 45% 的分析师选择给出了持有评级，这表明主流机构对 SoFi 这家公司实际上是持一个观望态度的。剩余的给出购买或者卖出的分析师各占一小部分，这也反映出市场对于 SoFi 这家公司的意见存在分化。
但是公司的总体风险是可控的。所以总结一下来说的话，当前的评级分布说明市场对 SoFi 未来的表现并没有形成一个一致的预判，投资者之间的分歧还是比较大的，既有乐观派也有谨慎派。从分析师给出的股价区间来看的话，最高的目标价为25美元，反映出在乐观情绪下，市场依然认为 SoFi 的股价存在一个向上的弹性空间。分析师的平均目标价格为16美元，对应着目前市场的主流共识位置，最低的目标价格却只有6美元，这对应着极端情况下对 SoFi 的风险预估。而和当前大约21美元的股票价格相比的话，平均目标价格隐含着大约有 24% 的股价回调区间，这里面透露出几个关键的信号。第一是说明整个市场对于 SoFi 的长期预期依然还在，部分分析师给出了较高的目标价格，看好 SoFi 的盈利改善和市场扩张。但是从短期来看的话，市场对 SoFi 持有一个偏谨慎的态度，大部分分析师认为当前的股价估值略高，短线有可能面临回调的压力。但是同时也预期着 SoFi 未来可能存在一个潜在的买入机会，如果公司的股价逐渐向均值靠拢的话，反而有可能为中长期投资提供一个比较合理的安全边际。所以总结来看， SoFi 的股票价格长期内是依然保有上涨空间的，但是分析师对于股票价格的中短期表现持有一个比较谨慎和保守的态度。至此我们全面分析了 SoFi， 最后让我们来总结一下公司的多空投资逻辑。从多头视角来看的话， SoFi 具备几个核心的看点。第一就是用户增长依然强劲， SoFi 的会员人数持续保持一个比较高的增长，年增速稳定在 40% 左右。同时凭借其较高的用户粘性，未来多产品交叉销售的潜力依然非常大。第二就是公司产品的矩阵布局比较全面，它的金融超市的逻辑非常清晰，业务覆盖面非常广泛，包括了学生贷款、房贷、个人贷款、投资理财、加密货币交易等各种多元化的金融产品。这种模式非常像一个金融版的亚马逊交易平台，持续拓展了用户的生命周期价值。第三点就是银行牌照可以赋能公司的核心业务。2022年的时候 SoFi 获得了美国的银行牌照，这使得公司可以以较低的成本得到用户储蓄，提升了公司的利息差收入，降低了公司的整体资金结构成本。随着自有存款占比的快速提升， SoFi 对于第三方资金的依赖幅度也会大幅降低，这使得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稳定性显著增强。第四点就是公司的业绩持续改善，盈利拐点已经出现，公司的净利润已经由负转正，并且连续多个季度保持盈利能力。在利息差收入与服务费双重驱动的模式下，公司的财报未来有可能会持续超过预期。最后一点就是很多投资者认为 SoFi 的宏观周期利好依然存在。首先就是在联邦政府层面，学生的贷款偿还重启，这会带动 SoFi 的借贷业务强势复苏。同时现在的高利率环境有助于进一步扩大 SoFi 的利息差收入，但是也有悲观的投资者对于 SoFi 未来的表现存在担忧。一方面就是 SoFi 现在的核心增长依然依靠消费贷款，这部分业务的周期属性非常强，无论是个人贷款还是学生贷款，其本质都需要高度依赖于美国的就业和经济环境，一旦周期下行，风险就会快速暴露。同时信用风险也正在逐步抬头，公司的坏账率存在一定的上行压力。第二点就是很多悲观的投资者认为，金融科技板块的整体估值泡沫依然存在。以市盈率和市净率的维度来衡量的话， SoFi 当前的估值依然显著高于传统银行和券商，公司的股价缺乏性价比的支撑，这就使得公司的股价非常容易受到宏观和监管层面的冲击。除此之外，市场对 SoFi 还存在一些其他的质疑，比如说很多投资者认为 SoFi 的盈利质量不好，当前的利润主要是依靠利息差的扩大，一旦整个宏观经济进入利率下行周期，那么 SoFi 未来的利润可能会承受比较大的压力。而公司非核心的金融科技业务，比如证券交易、加密货币这部分，依然占比比较小，贡献非常有限。同时，很多悲观的投资者认为 SoFi 所面对的监管不确定性非常高，现在美国的金融监管正在逐步趋严，对创新型的金融服务可能存在一定的掣肘效应，尤其是对于高收益储蓄和加密相关的业务。除此之外，学生贷款的相关政策频繁调整，这也容易影响市场对于 SoFi 未来稳定性的预期。最后一点就是 SoFi 所处的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它既要面对于来自于 Chase 和 BOA 一些传统大行的夹击，又需要面对像 Chime、Robinhood 这种新型科技玩家的激烈竞争，所以很多投资者认为 SoFi 的护城河不深，未来的用户增速将会面临巨大的压力。以上就是本期关于 SoFi 的全面分析。如果你耐心看到这里，相信你已经比大多数投资者更加了解 SoFi 这家公司。如果你觉得这期内容对你有帮助，别忘了点赞、留言，并且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见。